在藏王滑雪上山頂的數條路線中，有2條可以幾乎完全避開平坦的區域，其中1條甚至能節省至少45分鐘的上山時間，還有70%你寶貴的體力跟精力，就能從山腳上到山頂的樹冰區，單板雙板都很友善。這集我把全部路線實測完，告訴你哪條最快，哪條對單板最友善，哪條最複雜，每一條的優劣勢又分別適合怎麼樣的人，還有邊滑雪邊看樹冰，我個人最推薦的5個位置，2家中文教練的實際體驗，以及我對藏王最真實的結論。藏王系列已經來到第3集，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這個系列，我先花40秒帶你快速了解前2集的重點，看過的朋友可以直接調到這個時間點開始看哦。第1集我用10年的觀測數據分析了樹冰的最佳觀賞時機，並教你利用各種好用的工具準確判斷天氣，分享觀光纜車購票搭乘的真實流程，讓你不滑雪也能順利看到超美的樹冰，並拆解超複雜的藏王交通與住宿選擇，還有雪場與山形市區各種類型的美食解析與體驗。第2集介紹了藏王特殊的歷史背景與地形，讓大家了解為什麼這個滑雪場這麼複雜，整理了9間雪具租借店的完整比較與分析，並告訴你雪票怎麼買最合適，也開始帶大家實測從山腳上山頂的路線，走完了從地圖上的左側區域出發，轉成最多、最複雜、最累的第1條。那剩下在中間與右側區域的4條路線到底又差在哪裡？讓我們這集來一起把它好好看完。嗨，大家好，我是 Leo。歡迎大家追蹤我的 Instagram， 看我去滑雪時更寫實、更及時的分享，不定時也會在那讓大家領取我整理好但沒有在 YouTube 影片公開、超實用的滑雪旅遊資訊。如果你是第一次看這個系列，有件事你要先知道，藏王是100年的老雪場，加上複雜的經營歷史，地形上又有好幾個副峰，且山腳纜車呈放射狀，雪道之間充滿平坡甚至上坡的連通道，這些全部都是在一張雪場地圖上很難看出來的。而且這麼多條雪道資訊都超不明確，很多雪道甚至連最基本的自己名字都沒有，加上一天到晚起大霧，又更增加了困難度。你如果沒有先做點功課，真的會滑得有點痛苦。所以我用5條從不同山腳出發上山頂的路線，帶你搞懂整座雪場。上一集介紹了第1條，這集我會先帶你一起從山頂滑下山，回到第1條的出發點，接着再把剩下的4條全部都走完。每條路線上平坡在哪裡，哪裡建議要加速衝，哪裡該果斷拖板用走的，我都會告訴你位置。大霧看不見路的時候，怎麼靠數字找路，我也會教你，並分析每一條的優劣勢以及適合的人。下山回程應該又要怎麼滑，一樣在底下留言關鍵字藏王地圖，可以跟我索取標好所有重點與位置的高精版地圖，還有文字攻略。上一集我們走完路線1，跟所有路線一樣，想要上到藏王的山頂，最後一段都必須搭2號纜車。這一段上山的過程，我在第1集有詳細帶大家看過。後面的4條到達2號纜車搭乘處之後，我就會簡單帶過。如果想要知道更詳細的話，再去第1集看吧。不管你從哪一個路線上山，只要你要從山頂下山，就必須先滑下紅線杖給坡。下2號纜車，走出山頂纜車站。天氣好的話，往門口左手邊走一點，再直往上爬，就可以看到第1個告示牌。往右邊走的話，可以接到第1集我們講所有人，包括一般觀光客，都可以在山頂徒步觀看樹冰的區域。那我們要滑雪下山，第1條找的雪道是往告示牌上面寫樹冰園 cos 的左邊這個方向走。一左轉過來就可以看到我們上一集介紹過熟悉的黃色數字牌，100號就是我們等一下要滑的這條雪道的開頭。實際上前面還很平，加上一般徒步的觀光客還很多，所以大部分人會走到98號之後，97號之前這個區域穿板往下滑。這條雪道在天氣好的時候，其實實際滑起來真的不難，坡度不算真的很陡，實際超過20度的地方，體感上我覺得不是很多。但我覺得這條難的是它其實偏窄，2側離樹冰都很近，而且都沒有拉邊界線。我其實蠻擔心樹冰下面是有樹洞的，但天氣好看得到，其實都沒有大問題。大家一定要記住這個黃色數字牌的位置，從剛剛100號一直滑到90號，數字牌都是在右手邊。基本上你靠着右邊滑，不要超過這個數字牌，就不會滑出道內。那過了90號，其實會有一個小小的左轉彎，要往左靠。這時候開始，數字牌89號到下一條雪道前的80號，全部會變成在左手邊。這時候開始，我建議你就是要靠着左邊滑，一樣不要
要超過數字牌，基本上就是一直滑在道內，盡量不要靠右邊滑，就不會有太大問題。等等會放不同天，整個起大霧視線很差的情況下，這個數字牌真的變得超級重要。剛滑過90號之後，視野就開始變得比較遼闊。天氣好的話，遠遠就可以看到我們上一集介紹過的綠線樹冰原道，非常長、非常平的那一條，在左手邊的天上也可以看到。剛剛從山下搭上來的2號纜車，一直滑到8281的位置，其實差不多這條紅線就結束了。大概滑到這個位置，你往你的左手邊看，視野好的話，你可以看到整片到山頂的樹冰原，而且這邊海拔還是算高，所以樹冰長得都相對完整。再往下走就要碰碰運氣了，不一定都這麼完整。其實我在想，它這裡沒有拉封鎖線，能力能滑道外，有熟路線的當地向導帶，天氣好、視野好的話，其實我剛剛滑下來還有搭纜車上去的時候，都有看到很多人從這裡滑下來，從山頂直接穿過這片樹冰區域滑到這裡，應該是不會太難。但是道外的風險大家還是要自己評估哦。接着81號牌的位置，我們再繼續往前滑。這個位置要特別跟大家講一下，實際的雪道跟藏王官方提供的地圖其實長得有點不太一樣。大家可以看到81號這個位置，在到纜車之前，地圖上的旁邊其實是有畫一條黑線，可以直接滑下去，而且很寬哦。但實際上這個地方我是看不到可以滑下去的位置。我仔細去爬了 3D 地圖，還有很多人滑過的路線，這地方應該是沒有明確的雪道，硬要滑下去的話，它是樹林。實際上接着馬上就是看到17號纜車下車的位置，也是上一集我們路線1提過的纜車。那最左手邊79號牌開始的這個位置，是我們上一集滑過往綠線樹冰原道的方向，也是往右車區還有2號纜車搭乘處必經的路線。但因為我們這次要回到出發點1，我們要往綠線樹冰原道還有17號纜車之間的中間這條綠線往下滑。我以這個告示牌當做紅線藏給坡的終點。那我們先來看看，如果是起大霧，一樣剛剛從山頂往下滑會變成怎麼樣？你是擔心了？確定沒？幫你走到那邊看一下，還沒到那個。沒擔心啦，走了。好。不然就是你滑你的節奏，如果你真的不習慣的話，我們各自滑各自的也可以。OK， 你要看的是數字哦。這邊，這風不三小。你不要靠那邊，不要靠那邊，我慢慢滑啦，是真的有點可怕。我根本什麼都看不到。是真的看不到，慢慢滑吧。看這個，你不要超出它外面，然後這邊不要靠那邊就對了。好吧，盡量了，盡量。那你慢一點哦，我會等你啊。不用，你不用等我，我慢慢下去就好了。不行啦，這個一定要等啊！你等下不見怎麼辦？還行嗎？好久沒那麼狼狽。然後我們現在要走這邊，要穿過纜車走綠線，跟纜車平行的是黑線，你就不要走錯。好，我等一下再看一下。跟着你走，走錯你就我就拖板，走路下山。走錯就我要努力，我看一下。其實要不是前一天大晴天，我才剛滑過這裡，還帶着第一次滑這條雪道的朋友。說真的，其實我當下也超緊張，但是因為要帶着他，我只能假裝鎮定，一直找得到路啦，然後盡量互相等，不要讓人不見這樣子。這也是為什麼藏給坡又叫做懺悔版。天氣不好，加上很窄，兩側又是樹冰的情況下，真的不是那麼容易。你如果是新手滑下去到一半，應該會後悔。連我這次的朋友都已經有一點程度了，還是念了我好幾天把他騙上山頂。
所以到底新手上山頂能不能滑下山，相信大家看完應該有答案。我個人是覺得看天氣啦，天氣好，單板慢慢推坡下來可以；雙板新手的話完全不建議。那天氣不好的話，建議都不要。接着我們在這個告示牌往下17號纜車右手邊下來，旁邊這個雪道下滑，從這邊開始進入的是樂園滑雪場。那就像我剛剛提到的，藏王官方地圖這裡其實跟實際長得有點不太一樣。剛開始我找路的時候，其實看了蠻久，我後來回來整理看滑行軌跡，我其實覺得 3D 地圖會比較好理解一點。所以樂園滑雪場這一段我會利用 3D 地圖去取代。首先跟官方地圖不一樣的是，不管你是要走樂園滑雪場的綠線還是黑線，都必須先穿過17號纜車，馬上你就會看到一個指標旗幟，往右下滑就是黑線水手滑道，也是藏王的3大弊之一。等等會從下面往上視角給大家看看。這時候回頭啊，往17號纜車旁邊這一塊樹林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從藏給坡滑下來，還沒滑過17號纜車是沒辦法直接切下來的哦。你看這整片都是樹林，除非你敢滑到外啦。如果有講錯，大家再告訴我。實際的黑線應該是從這個旗幟開始。他寫綠線這邊呢？哦，好，這個看到綠色我就放心了。但是我怕我走錯，你等我看一下哦。那我们要繼續滑綠線迂迴滑道，往左手邊大迴轉，也就是再次穿過纜車下面。接下來這整條綠線其實都算平緩寬敞，難度不是很高。而且這裡的樹冰雖然沒有山頂這麼完整，但是其實覆蓋的也還算蠻多。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邊積雪沒有那麼深的關係，所以它看起來巨大很多。我覺得邊滑邊看這些，比剛剛山頂那邊看起來更壯觀了。所以綜合以上，你如果是有一點程度的新手，不敢從山頂滑下來，也不想要滑那條超長超平的綠線樹冰原道到右側區域，只想要在左側區域這邊滑的話，那我建議你至少可以來搭17號纜車，上到樹冰原道開頭這邊去拍拍照，拍完之後滑這條綠線樂園迂迴滑道滑下來，坡度夠，不會太陡，不會太緩，長度也不長，就算不上山頂，你也可以一次體驗到跟山頂樹冰區域拍照，加上邊滑邊看樹冰的這兩項成就，蠻推薦大家可以來試試看這個走法。一路滑到倒數第2個彎時，這邊稍微突然變得蠻平的。我這條雪道只滑了2次我都在這邊卡刃摔倒，蠻白痴的。因為前面滑得很順，然後這裡突然變平，沒有注意就卡了。當時我的程度還蠻容易在平坡卡刃。小心小心！卡到。最後我們再次穿過17號纜車，右手邊看到這邊很多人滑下來的地方啊，就是黑線樂園水手滑道跟這條綠線的匯流處。前面你馬上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平坦區，這邊就回到我們上一集提過藏王很重要的一個平坦區。這裡銜接很多地方，但是真的非常平非常廣，所以基本上你到這裡都要拖板用走的。回到左手邊17號纜車搭乘處的位置，這條綠線就結束啦。回頭往山上看，在17號纜車左手邊這一條就是剛剛提過從下往上看的黑線水手滑道視角。大家注意，在它的左手邊還有一條纜車跟2條雪道，這邊之前也是樂園滑雪場的一部分，但是從某一年度開始，這裡已經不開放了。這條纜車跟上一集提過的地圖上的16號纜車搭乘處的位置，你在這個平坦處看到時很容易混淆，不要搞錯了。那在這個廢棄的纜車旁邊還有一棟建築物，它的旁邊有一個 TS 表彰立牌，後面的有一個叫做片背走，這邊都可以停下來走過去稍微去看看哦，也可以拍個照。從這個大平坦區一直到滑進大平雪道的前半部，會有好幾條匯流處跟岔路。這個部分因為我剛剛前面提過藏王是多山頭的關係，所以這裡的官方雪道地圖跟實際的地形比例真的很不一樣。我跟我朋友都在這個地方看地圖，常常看很久，超級混淆的。一樣，我用 3D 地圖取代會比較好去看，比較好理解。畫面右前方這個樹林中間有一個小通道，這個就是我們上一集滑片背綠線從中央到這個
這個平坦區的匯流處。接着一樣在這個樹林的左手邊一點，你可以看到我們熟悉的數字牌，但你有沒有發現它的顏色不一樣？是橘色45號。藏王不同區域都有不同顏色的數字牌，可以好好利用它去判斷你到底在哪裡。而橘色45就是大平學道的開始。官方在地圖上寫4公里，但我怎麼算都沒有4公里。其實藏王它的地圖上面寫的距離很多都不太準，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自己估算下來，還有包括的滑行數據記錄，實際的話，大平學道大概就是2公里。接下來大平學道的前端，從橘色45號牌一直到40號牌，會有一個明顯的上坡，最大甚至到5度。所以這邊我建議你果斷直接拖板用走，基本上不太可能滑得過去。不要講說單板用腳推很累了，就算是雙板，你穿着板走這一段其實也蠻累的。當經過44號牌，往左手邊看，會看到20號纜車的下車處。它下車之後的左右兩邊往下滑都是綠線，這2條綠線是屬於倉普沼滑雪場。這2條綠線啊，距離不是很長，剛剛好，大概400-500公尺。雪道相對寬，主要是這邊坡度很平均，不太會有忽平忽陡的情況，人又很少，所以這裡我覺得蠻適合有一點程度的初學者就可以上來這邊練習。但這一區前提是真的你要上得來又下得去。這邊也是上一集提過，你如果一定要從右側區的山頂滑回來必經的綠線聯絡滑道，就是回到這個地方。接着我們再往前走到43號牌之前，這裡又有一個岔路，這裡其實也是剛剛提過的片背綠線滑下來的另外一個匯流處。反正跟昨天天氣真的也差太多了吧？对啊，被我拖上来。這邊我也沒滑過，這個什麼鋪，這個感覺蠻好玩的，又寬，然後人很少。可是它是滑了之後還要再滑上來。我們現在在這裡，我們現在在這個路口。是嗎？對啊。那我們不是應該往下嗎？這裡啊，往下啊。它是下，它只是下很平而已。哦，他們現在都開始用走的了，放棄用滑的。我昨天是有硬推到前面再滑下去，但我就脚都酸到爆炸。那我们用走的吧。啊。哇！滑这個很平的道，快累死我了。啊，超級喘。藏王的是這麼多這種嗎？好累，建議至少走過40號牌到39號牌左右才開始穿板下滑，會比較輕鬆一些。接下來是在37號牌之前，雪道的正中間竟然有一棵樹幹，雖然它有圍起來，但是大家還是要小心一點。再往前過了35號牌，此時往右後方看，這條也是從中央滑到大平的一條雪道，一樣它沒有自己的名字，我給它取名綠線中央大平聯絡道。注意它跟上面那條的片背綠線出發點其實是差不多，但最不一樣的是片背綠線，你可以繼續往山頂走，但你如果是走這一條下來，就只能往山下走。這裡很多因素，你真的很容易走錯這2條。如果你是要去山頂，真的不要走錯，不然你從這邊滑下去之後，要花超多時間跟力氣才能回到正確往山頂的路。那進入34號牌之後，官方提供的雪場地圖比例就比較正常一些，所以我就回到使用官方地圖去跟大家做解說。一路滑到右手邊看見30號或是29號牌時，我建議你這邊就不要減速了，因為後面一直滑到左手邊26號、25號牌這個位置，又會開始變得比較平。如果你速度不夠，應該會蠻難滑過去的。接着看到左手邊的12號牌到中間樹林的10號牌這個區間，回頭看可以看到從紅線哈內卡木 C 滑道滑過來的第一個匯流處。往前的話，其實走右邊跟左邊下去都是同一個地方，但右邊會比較斜一點。滑到右手邊7號牌的位置，視野會變得突然很遼闊。這邊有超多個岔路，先跟大家簡單講，左邊看到這個是29號纜車的頂部，左邊這一條岔路都是去黎明滑雪場或是中森滑雪場等等，會再帶大家看。那我們要回到上肢台，要往右邊看，在6號牌與7號牌之間，一樣是紅線哈內卡木 C 滑道第2個下來的匯流處。那靠着右側往下滑，這條就繼續還是滑綠線大平。左手邊這個多指示的告示牌也很清楚告訴你，右手邊是往上肢台。
那最後這一段橘色的數字牌會剩下從4到1，接着穿過的纜車這條是37號纜車，左邊的岔路一樣是要去黎明滑雪場，右邊的話就是要繼續往我們的上枝台出發點1。那這個位置綠線大坪雪道就結束了。我們回頭看左手邊這個建築物是一間餐廳，那在它的正前方這個雪道是紅黑線哈內卡木 AB 滑道下來的地方，隔壁條則是剛剛一直提過的哈內卡木 C 滑道下來的地方。這個視角往上看，上面這邊都是屬於左側區上枝台的上半部，那我們要繼續往上枝台的下半部滑，在37號纜車與右手邊這個5號纜車下纜車處中間的這個雪道往下滑，這邊我們就會正式進入上枝台的下半部。左手邊第一個看到的是37號纜車的搭乘處，那我們穿過5號纜車繼續往下滑，這邊就是上枝台的其中一條綠線，一樣也沒有自己的名字，這裡超寬而且蠻平緩的，非常適合完全新手來這邊上滑雪課程或是家庭滑雪，同時也是少數夜滑會開放的雪道，但缺點就是這邊人潮超級多。我們再回頭看，這邊真的很寬敞，正中間還有一個蠻特別的滑走向，你在搭4號、6號纜車的時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蠻特別的。接着往下滑，我們第一個看到的是6號纜車的搭乘處，最左手邊則是5號纜車的搭乘處，正前方就會看到這一棟很大的建築物，是我們上一集介紹過的 Jupiter， 是上枝台的滑雪中心。那在它的右手邊，我們終於回到上山頂路線1的出發點啦，也就是4號纜車的搭乘處。那上山頂的路線1這麼複雜這麼麻煩，搭上4號纜車上到中央高原站之後，如果你中途想要放棄，頂多在鑽石跟中央這區玩一玩，又想要避開比較陡的雪道下山，你應該怎麼做呢？最單純的就是原路再回到4號纜車，這邊是可以往下搭的，直接搭這條纜車下山回到出發點1。那既然你都來滑雪了，如果真的想要滑下去，但又不想要太難呢，透過從4號纜車中央高原站往下滑，一路到出發點1上枝台站，帶大家看完左側這一區比較靠左邊我還沒有講完的雪道。這裡第一條我們要滑的是綠線高鳥滑道，它從4號纜車出來後，往右手邊靠着纜車滑下來，會先看到一個綠色25號牌，這邊就是它的起始位置。注意一下這邊的數字牌是綠底黑字，跟比較上面一些在中間區的聯絡滑道那邊的數字牌是綠底白字，是不一樣的，大家稍微區分一下。那這條雪道一樣，官方寫3公里，但實際上我自己兩側下來大概就有750公尺，差很多。這條雪道大概只有前半1/3會稍微平一點點，但是只要不要滑太慢，是不至於到停下來的程度。一路滑到右手邊的9號數字牌之後，會再次穿過4號纜車，這邊的話往下滑一些到左側7號牌，右手邊的話會看到6號纜車下車的位置。那我們回頭看，在纜車右手邊的這條雪道是面山的3條哈內卡木雪道，最左邊的這一條應該是 B 滑道，這條的起始處是在等等會看到的32號纜車中間的下車處下來的地方，它是3條裡面相對短、相對坡度最不陡的。那我們再往下滑一些，過了6號牌，在5號牌後面相同位置是32號纜車的搭乘處，到這邊高鳥滑道綠線的部分就結束，再往下是紅線的部分。一樣回頭看，從這個位置我們會看到纜車旁邊，在畫面左手邊的是哈內卡木 A 滑道，右手邊這邊是 C 滑道。雖然地圖上沒有畫出來，但他們在前段都是蠻陡，接近黑線的程度，是3條當中相對陡一些的。這邊是專業的比賽認可賽道，程度比較好一些的學友可以來挑戰看看哦。接下來這裡一路往下滑，開始是紅線會比較陡一些，一直滑到綠色牌1號位置的地方，這裡視野還不錯，可以看到整個上枝台的山腳。右手邊這邊就可以遠遠看到龍山滑雪場，我朋友他們就停在這邊拍了張照片，剛好給大家看看整個上枝台的山腳就大概是長這樣。接着我們再一路往下滑，把這條紅線滑完，我們會一路再滑回剛剛前面講這家餐廳前面，這是我們走它的右手邊下去，馬上在左手邊會看到我們剛剛也提過了5號纜車下車處，往下跟剛剛介紹過一樣，就都是綠線，沒有什麼特別的。但這次靠着右邊6號纜車滑一些，往右前方這裡看，可以看到前面上方還有4號纜車，右下角的話還有7號纜車的搭乘處。7號纜車這個位置再往右前方走一些，有看到一個停車場，這裡它就是屬於龍山滑雪場的停車場，稍微走一下路就可以走到它的8號纜車搭乘位置。這裡它主要有2條雪道，一條是紅線，一條是綠線。這裡也是人少、寬敞、柚子，坡度也不會太難，我覺得也是適合新手來上課的地方。那邊還有一個超大的跳台，應該是沒有開放給一般人去啦。
終於我們用了2集超長的時間，把左側區從上之台出發的這個上山頂路線1，包括它的下山路線，全部都仔細講完。因為有很多人都會選擇住在上之台，相信看到這裡一定能大大幫助到你在這個區域不容易迷路。如果你能用超級感謝請我喝杯咖啡支持我做這麼詳細的工具類型影片的話，我會很感謝的。大家一定會想，難道沒有更簡單的路線嗎？有，接下來的4條會越來越輕鬆，越來越簡單，我們一起看下去吧。接下來是登頂路線2，它的出發點是在3號纜車底部，也就是溫泉站的位置。這裡離住在溫泉街靠藏王唯一的便利商店這一側的人最近的一個大型纜車站。那路線2只有第一段纜車，還有第一個下滑的路線會多一條綠線選擇，後面都跟剛剛路線1一樣，重複的部分我就會跳過了。首先我們來搭3號纜車，它一樣屬於大型的 Ropeway， 是箱型觀光纜車的這一種，跟1號纜車其實是很相似的，基本上應該是一樣的。它表定是15分鐘一班，所以1小時是4班，每小時的載客量就跟1號纜車其實多不了多少。加上這邊一般不滑雪的觀光客也可以搭，所以人多的話應該也要等一陣子。下3號纜車之後，也就是在鳥兜站這邊，在出口我們會先看到左手邊有一個咖啡廳，這裡在第1集我們介紹過。那出站前的右手邊有一個階梯，教練跟我講說這邊上面有一個鐘跟一尊神像，大家可以自己上去看看。走出鳥兜站之後，滑下去之前的這個平台，天氣好可以看到整個中央滑雪場的樣貌，也可以很明確的看到我說這裡是多山頭的地形。我們先在這個平台往左手邊看，前面這條是14號纜車的下車處，往它的下面看一點點，就是我們路線1搭33號纜車下車之後滑出來的地方。那邊滑出來沒有選擇，就是從紅線滑下去，所以我才會說從這條紅線之後就是跟路線1都一樣。那路線2因為從上面一點的位置開始滑，所以其實你往右手邊看，往右滑下一點，再靠左轉往下滑，是還有另外一條綠線的選擇。那這邊因為我沒有滑到，我就是從上面跟下面視角拍給大家看，一樣快速滑過這條紅線之後，我們回頭看，跟這條紅線平行的才是剛剛滑的綠線，用另外一個視角給大家看會更清楚一點。所以比起路線1，路線2是只要滑綠線雪道就可以上到山頂。那接着我們一樣就是繼續往前滑去搭12號纜車。那後面上山路線因為都講過了，我就不再次提。我們總結一下路線2，它基本上長得就跟路線1差不多，只是少了1次轉乘跟1次滑行，所以它的複雜度指數會少一些，且總共需要的時間也會少個大概10分鐘。但是一樣，它整段遇到的平坡上坡會非常多，所以對單板非常不友善。而且老實說，它的第一段3號纜車15分鐘一班，你如果剛好錯過一班，或是加上一班觀光客人潮非常多的情況下，這個第一班多等的時間，其實加上去跟路線1就不會差太多了。所以這一條唯一的好處就是，如果你住在比較靠左側區一些，但是稍微願意走路到中間的話，且上山的路線只想要滑綠線，那就是走這條。接下來怎麼從山頂滑回出發點2？因為從山頂一路滑到29號纜車的頂部，這一段跟剛剛路線1下山路線也都一樣，我就不會再重複講。那我這邊先帶大家看路線2，如果你中途想要放棄，又有哪些選擇可以下山？講完之後，我們再回到29號纜車的頂部繼續往下講。一樣，這部分官方提供的地圖比例超奇怪，所以一樣還是拿出 3D 地圖加上我自己畫的路線給大家看。首先最單純的就是你搭3號纜車上來之後，發現我不敢往下去了，那一樣你就是再往回搭3號纜車下山回到一樣位置。那如果你想要滑下去，前提你的程度又比較好，是高手的話，那一樣出了3號纜車往左轉，剛剛不是有講過14號纜車頂部這個位置，注意它的後方，你看這裡有很多人往下走，那你滑下去是黑線，下去之後一路參考我前面講過的內容，還有等等29號纜車之後的路線，就可以回到我們要去的出發點2。那如果是比較沒有那麼厲害，想要簡單一點滑下山的話，還記得我們搭上12號纜車之後，走到16號纜車之前，這個多岔路口嘛，有一條還沒帶大家看過嘛，剩下這一條岔路也是你選擇要半途放棄，滑回我們剛剛前面滑過的大平雪道的一個方式。這條短短的大概只有350公尺，但它的前半非常的平，建議你一開始不要減速，至少衝過一半，你會看到右後方有一個岔路，左前方有一個岔路，這條穿過它的路是在官方雪場地圖上沒有的雪道，它其實是一個登山路線。等等，我再帶大家看。
一路再往前滑之後，就可以回到大坪雪道了。好，那我們回到剛剛提過的那條登山路線，你走出3號纜車之後，一樣往右手邊看，往下滑一點點之後，那我們現在不要往左轉，直往前滑，就會進入這條登山道路。這裡你很容易判斷錯誤，以為它是一條雪道，因為它是登山道路嘛，所以其實它超級平，基本上單板會一直停下來。太難滑了吧！那滑到剛剛我們提過的岔路口，你可以看到這邊很多人用走，他們有穿雪地專用的大腳，也有登山杖，這應該是藏王這邊有專門提供的登山行程。如果你再繼續往前走，會接回片背綠線，就是要往山頂搭17號纜車的方向。如果右轉的話，滑剛剛那條雪道，那一樣就是接回大坪雪道，往山下走。至於這條道路，我是不建議大家來滑，其實會滑得蠻辛苦。如果可以的話，還是乖乖走官方寫給你的雪道吧。這條隱藏路線就只是給大家參考咯。我們一路從山頂滑剛剛滑過的相同路線到29號下車處的這個岔路口，從這邊開始來看怎麼回到出發點2。從這邊進入的是黎明滑雪場，這邊靠左邊下去是紅線，右邊是綠線。那我建議大家一路左靠，先切紅線下去。教練帶我滑過幾次，他都會建議我在這個高處就直接加速往下衝，因為29號下來的位置是一個比較平的平坦區。但是我覺得這樣衝有點危險啊，如果剛好跟纜車下來的人撞到是不太好，所以就看個人評估咯。往下滑一些之後，看到右手邊會有一個岔路，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其實你不管怎樣你都走紅線，你判斷不行之後，從這裡右切回綠線都還來得及。那這一段紅線不算非常寬敞，剛剛好，很直，坡度很平均。比較特別的就是右邊它這邊會有插雙板在競速的旗幟，所以會讓整個雪道再更窄一點。但這個是不是一直都有的，我就不太確定。滑到這條雪道末端，正前方這棟建築物是一間韓國料理餐廳。那在右手邊是29號纜車的搭乘處，那邊就是黎明滑雪場綠線滑過來的地方。那我們左轉滑過這個橋，這座橋叫做羚羊大橋。這邊是連接左側區的黎明滑雪場，還有中間區的中森滑雪場。這個橋非常平，到末端還變成上坡，衝到橋的後段其實就一定會停下來了，還是要拖板用走的。那你注意看這個橋的左側有一個很隱藏版的景點，它叫做藏王溫泉大露天風呂，是一個露天可以泡湯的地方哦。我自己是沒有去試過了，但這裡看起來氛圍超好，大家可以去試試看。相關資訊連結我就放在說明欄，大家自己去看看。好，我們再回到29號纜車的頂部，這是我們滑綠線下來，黎明滑雪場的這條綠線非常寬敞，非常直，坡度也很平均，比剛剛那條紅線再更寬很多。你滑到它的底部之後，其實前面這幾家都是飯店，走路就可以到，很方便。那個中間有一個橋，然後穿過去之後就是中央纜車哦，你就不用走下面這一段。我發現我除了1號、2號那邊上去之外，其他要過去好難。右邊很簡單，對，右邊簡單，左邊很难，要走一堆路還要爬山。對，但是新手都只能在左邊哦。這邊過滑下去就到了。对，但它的缺點就是離最山腳的大馬路其實還有一段距離，所以當你想要回到出發點2左轉接到剛剛那條橋，這一段會走得稍微有點辛苦一點哦。我原本嘗試要用滑的，結果滑不過去。它除了平坡之外，也是有很明顯的上坡，所以我剛剛在一開頭才會建議大家，如果你能滑紅線下去，就先滑紅線下去，可以少走繞過29號纜車接回紅線，再走到橋的這一段。過橋之後向上爬，我們正式進入中森滑雪場。首先走出來映入眼簾的第一個纜車是30號纜車的搭乘處。我們回頭往回看，這條纜車可以搭到中森滑雪場的山頂。那其實中森滑雪場很單純，它就是一條雪道下來，但它最上面是畫紅線。這條雪道下半其實也就是很直，坡度很平均，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左右兩側都是住宿。那接近山腳就是回到我們的出發點3號纜車的搭乘處了。那你往右手邊看，馬路的對面，這也就是整個藏王唯一的超商 Lawson。那往左手邊看，就是31號纜車的搭乘處。走出去的話，就是中森這裡的第4停車場。那關於路線2的下山回程部分，到這邊也就結束啦。總的來說，上山頂的路線1、2都是偏複雜，花費時間又長，對單板又超不友善。如果你是滑單板，想要更輕鬆上山，花費時間短很多，也沒這麼複雜，路好認很多，那你一定要把接下來3條看完。
再來是登頂路線3，它的出發點是位在中央區橫昌滑雪場的23號纜車搭乘處的這個位置，它其實就在我們第一集提過要排超久的那個1號纜車藏王山路站旁邊這個地方。它主要就是離住在山路站這個周圍人過來最方便，當然你也可以停在5號停車場走過來。那我們這一趟去藏王主要也是住在這個區域，所以這一條登頂路線是我最常用的一條。先簡單跟大家說，它的轉乘次數雖然跟路線1一樣多，但是它是所有路線裡面對單板最友善的。至於為什麼，我們馬上來看。首先，我們第一個來坐23號纜車。其實講到這邊，包括整理了很多資料，看了很多人的影片，我有發現到藏王的纜車開放時間其實每一季都很不一樣，甚至連我自己不同天拍到的開放時間都寫的不一樣。本來是有想要整理給大家每一條最早開放時間，然後加上上山時間，哪一條可以真正最快上到山頂，但後來發現真的沒有什麼意義，所以我還是會以藏王表定的8點半開放去講每一條。那實際的開放時間怎麼樣？大家就是每天上官網去看看它那個纜車的開放時間總表。早上的話，應該就會更新，那個時間應該就是最準，不知道會不會跟它這個站上面掛的時間是同步的。這部分就交給大家自己去看看咯，我實在也沒辦法確定這個資訊。搭這條纜車的時候，你可以順便看看橫昌滑雪場的下半部。我們因為住在這附近，比較初學的大家也都在這邊上課。我們有一個朋友運動能力比較差，甚至剛開始學自己真的都站不太起來。他在橫昌這邊練習就真的非常辛苦哦。他滑了2天是都沒有脫離旁邊這條三角的綠線，總共絕對滑不超過5趟。所以你完全零基礎，運動能力又沒有那麼好，我建議你不要在這邊上課，因為它的中間這裡是以紅線為主，那兩側會有一些綠線，但它的綠線也不是很綠，我覺得還是稍微偏紅。接着再往上搭一點，過了右側這一片樹林，就是等等我們下纜車之後要滑下去接到下一條纜車的路線。下23號纜車之後，先往右手邊走，一路往下滑，它是綠線，很寬敞。然後人不多，坡度也還算容易，我覺得反而比三角那邊的坡還緩一些。左手邊會先看到一個住宿，它叫做阿斯托利亞飯店，它的位置也是直接在雪道旁邊哦，是在藏王真正的 ski in ski out 飯店之一。後來仔細研究雪道之後，我發現這個位置其實不錯。除了這個住宿之外，它再往下滑一些，它的旁邊左前方這裡還有一個6號停車場，也比剛剛前面提過的1號到5號停車場的總停車位數量都還要多，相對是好停的。所以不管你是住在這邊，還是直接開到6號停車場這邊，你都可以再少搭一段23號纜車，跟少滑一條綠線，從右手邊的26號纜車搭乘處這邊上山。我覺得你可以考慮把這個列入上山頂的選擇。這裡比起右側等等的路線4路線，又不是真的這麼遠，我個人蠻推薦的。但就是記得你回程的時候不要又滑下去山腳，記得要停在這個位置。那我們繼續搭第2段26號纜車，這裡沿途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接着我們會搭着這條纜車進入樹林，這裡跟藏王官方的地圖長得會不太一樣。在樹林中間有一個位置，大家要仔細看，我們會看到一個雪道，它比較像是聯絡道，這也是等等從山頂滑回橫昌三角必經的路線。那往右前方看上去，就可以看到這裡最著名的橫昌之壁，它是這整個滑雪場最陡的黑線，最大坡度來到38度。那再往上一點點，在右邊樹林的旁邊，又可以看到等等要搭的第3段纜車，也就是27號纜車的搭乘處。那我們下26號纜車之後，一路往右轉下滑，這邊是一小段綠線，在右手邊就可以看到27號纜車的搭乘處。左手邊就是那條整個藏王最陡的橫昌之壁。我們去的那時候，它中間有斷叉，就沒有開放，很可惜。所以我們就在它的雪道下玩了一下。從這邊給大家稍微看一下，從這邊看真的是蠻陡，雪又很亂，但真的是蠻短的，再怎麼陡也不會太難熬，一下就過了。前面這條連通道，左手邊就是從大森滑雪場過來的路線，右手邊下去的話就是往橫昌的山腳。那我們回到27號纜車，繼續往山頂走，穿過剛剛從26號纜車滑下來的雪道，往左上方看，這邊就可以看到橫昌滑雪場的山頂，也就是25號纜車的下車處。當我們搭到27號纜車的頂部時，都還沒下纜車，正前方就可以看到下一段要搭的纜車，也就是28號纜車的底部。這裡的話不用滑，你走一小段就可以接到了。下27號纜車之後，這裡是百萬人滑雪場的下半部的綠線。站在這裡，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們熟悉的黃底黑字的數字牌？這就是跟山頂那邊一樣顏色的數字牌。山頂是100號嘛，這邊已經到了31號了，就是百萬人滑雪場紅線結束的位置。再往下面下去就是綠線，往黑基、往大森，甚至回到橫昌等等，都是要走這邊下去。我們回頭往山頂看，左手邊的話是百萬人滑雪場的上半部紅線，稍微右手邊一點
有一條很窄的聯絡道，這也是從黑雞滑雪場滑過來的最後一條連通道，它叫做4度。為什麼是4度？因為上面還有3條叫做1度、2度、3度。13度是滑去黑雞滑雪場，24度是滑回來百萬人滑雪場這邊。看起來很複雜，但你這樣記就對了。那我們搭上28號纜車，右邊這條很寬敞的雪道就是我們剛剛提過的百萬人滑雪場紅線。那在中間你會看到一個纜車站，它已經沒有在運行了，所以在官方的地圖上是根本沒有的，所以不要被這一棟建築物去誤導你的位置。下28號纜車之後，一直到等等我們要往山頂搭的2號纜車，這一段是路線3唯一需要走比較長的一段，但是比起路線1、2需要走的路，這個真的已經是小 case， 輕鬆很多。往前走一點，會看到一個藍色三角形屋頂很明顯的建築物，這邊我在第1集也介紹過，它是一間叫 Tomato 生的餐廳。要找2號纜車找這間餐廳其實比較好找，遠遠看到這間餐廳那個藍色很明顯的屋頂，往它的方向走準沒錯。再往前走一點，我們會看到一個數字牌跟多指標牌，這個數字牌是黃色46號，過了它之後，基本上就是要靠走往左轉，進入我們剛剛提過這間餐廳22號纜車底部、2號纜車底部、1號缆車頂部所在的這一區的平坦區。它其實從這個方向往下是有一點點坡度的啦，但這個區域有開放給一般徒步的觀光客來，所以會有蠻多人在這邊走動。用滑的是稍微有一點危險，我覺得你要一直閃人。過了餐廳後，右手邊我們第一個看到的是21號纜車搭乘處，這條纜車冬季是沒有開放的。那再往前一點，右手邊會看到22號纜車搭乘處。那往左手邊再走一點，我們就到達我們的2號纜車搭乘處，也就是樹冰高原站。那一樣往山頂的路線前面都介紹過了，我就不再講。小結一下登頂路線3，這條是我最推薦的一條。它雖然轉乘的次數比較多，但纜車與纜車之間的銜接其實很好，不會花太多時間在滑行或是走路，而且只會經過一個比較長的平坦區，所以在藏王這個單板地域算是對單板超友善的一條登頂路線。雖然沒有比等一下的路線4、路線5花費的時間來得少，但是考量到它比右側區更接近藏王山腳的比較熱鬧的地方，離左側區也不會太遠，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折中沒什麼太多缺點的路線。尤其是像我前面提到，你如果可以改由26號纜車出發，複雜度可以再減到6，總花費時間可以再少10分鐘。這樣的話，有更等等的路線5會花費差不多的時間了，剩下就只有路線4會比它花的時間短。路線3，你如果只想要搭纜車往下，中途想要放棄，那其實一樣還是在2號纜車的底部、1號纜車的頂部，也就是樹冰高原站這邊，跟着一般觀光客一樣，直接搭1號纜車下山，就可以回到出發點3，也就是藏王山路站的位置。那路線3從山頂滑下來，一路滑過操場的綠線樹冰原道，這一整段我在第2集也跟大家提過了。上次樹冰原道這條綠線的總長度數據表格上有錯誤，跟大家更正一下，其實大概就只有1公里左右。一樣，官方雪場地圖上寫的8公里，我真的不知道是怎麼算出來的。那我們一樣從22號纜車的頂部，大概黃色56號牌的這個位置，開始帶大家看怎麼用滑的回到出發點3。那跟大家講一下關於路線3、4、5怎麼滑下山回到山腳，我都是在這一趟行程的滑雪日第3天拍攝的。那天的能見度甚至比第2天還要差很多，一直到接近山腳的位置都還看不太清楚，雪又很大，所以我相機拍出來的畫面其實不是很清楚，後面就請大家見諒。如果有在前2天拍到比較清晰的畫面，會用前2天畫面去補給大家看。我們一樣來到黃色52號牌這邊，這個岔路口上一集我也是帶大家看過。右轉下去，靠着22號纜車下滑，一直到樹冰高原站那裡，是烏托邦滑雪場3條雪道之一的綠線。這次我不右轉下去，繼續靠着左邊的樹冰原。這裡的話非常平，基本上你就是拖板用走的。你會先經過左手邊51號牌位置，再看到右手邊的21號纜車下車處。它現在是沒有營運的，只有夏天才會開。但是在官方的雪場地圖上又沒有畫這條纜車，所以一樣是會有點混淆的。過了21號纜車，雖然現在視線很差，什麼都看不到，右轉馬上靠着21號纜車下滑，是烏托邦滑雪場的紅線。再走一段之後，會看到一個路牌。前には39でしょ。僕は台湾人です。ああ、みんな。そう。39多分こっちかも。こっち？多分あそこ？ちょっと待って。黒姫多分。ね。今はこっちかも。そう。でも21ない。
ないパン地図ない。そうそうそう。ここははい。しかもこの株。OK。今歩いて。あまり言えないかな。そうだよ。そう。這邊正前方是往黑基的方向，也是我們剛剛提過1、2、3、4度之一的緯度。與其說是滑過去，其實這邊根本就是一個很平的坡，基本上沒有任何坡度，可能還有一點點上坡，要走將近300公尺才會真的進到黑基滑雪場的頂部。39號纜車下來的那邊，你可以順便看看這裡的樹冰，我覺得這邊沿路的樹冰都還是非常的壯觀。好，那我們現在沒有往那邊走，右斜前方下去，這邊的路牌是寫繼續滑樹冰原 course， 但我看一些分類，剩下這條雪道其實也是屬於烏托邦的滑雪場。我遇到一個日本人，然後他說要跟我一起，但他看起來好像是初學者，怎麼辦？不知道要不要等他？他說一起，幹嘛呢？我們先右切這個雪道下滑，它會接回百萬人滑雪場的開頭。這邊沿路在上半段的樹冰其實也都還蠻壯觀的，而且又很近，也比較寬，沒有那麼陡，相對比較不怕滑進樹林裡。而其實你往前滑一小段，往回看，在左後方這裡是1、2、3、4度的2度，那這裡是從黑基滑雪場滑回來的方向。那再下滑一點點，它在樹林中間有一個小小的岔路，這裡的官方雪道地圖是沒有畫出來的。我建議你如果是要去樹冰高原站那一個平台的話，直接從這邊切過去會比較快，因為你如果再往下滑出樹林，基本上已經進到百萬人滑雪場的頂部，你要再回到樹冰高原站那個平台的話，是要往上爬一段。接着我們在左手邊可以看到黃色的44號牌，還有一個很大的指示牌。左邊的話又是剛剛1、2、3、4度之一的3度，那邊一樣是要切去黑基滑雪場。那我們要繼續往下走，把百萬人滑雪場的紅線滑完。這邊剛剛在纜車上，包括在底部有給大家看過，我們就直接下滑到右手邊32號牌這個位置。28號纜車的搭乘處跟27號纜車的下車處，從這邊開始進入百萬人滑雪場的綠線。剛前面我們也看過，從右手邊的31號黃色牌位置，直到黃色21號牌的位置，右手邊會看到一個岔路，現在是沒有開放的。這就是我們剛剛在底部看過那條藏王最陡的黑線橫昌之壁的頂部，就是從這裡進去的。如果有開放，就是從這邊右轉滑下去。那接下來再往前滑一些，這裡跟官方的地圖又有點不太一樣。過了黃色19號牌之後，你會看到一個3叉路口，旁邊有一個18號牌，還有多方向的指示牌。右邊的話不要過去，那邊是38號纜車的下車處滑出來的位置。左手邊是往黑基的方向，我們要往中間繼續往下滑。我們會看到一個路牌，告訴你說左邊是往大聖滑雪場的方向，右邊的話是我們要去往橫昌的方向。大概滑到右手邊12號牌，在11號牌的位置就要注意要靠右才能切過去。那這邊剛滑進去的時候非常平，建議你在滑進去之前就直接下衝。右手邊的9號牌過了之後，可以看到頭頂上是38號纜車，大概滑過4號牌的位置，你會看到左手邊有一個跟你講繼續往前是往橫昌滑雪場。滑過1號牌之後，進入這裡，你會看到右手邊會有一個很寬闊的地方，這裡剛剛就是在27號纜車搭乘處，還有黑線橫昌之壁下來的那個地方。那我們繼續再往前滑，上面會先看到26號纜車，我們要穿過它。這裡也放一下我們剛剛天氣比較好，在26號纜車上面拍過來這條綠線連通道的樣子。那穿過26號纜車之後，往左靠是回到26號纜車底部。那我們要往右靠一點，會看到23號纜車的頂部。你可以直接下滑，穿過23號纜車，或是跟我一樣直接滑到23號纜車的頂部。這是我們直接從23號纜車下纜車之後，左轉往下滑的這條雪道滑下去。你會在這個位置看到右手邊有一台纜車是25號纜車的搭乘處，它可以去往橫昌的山頂。那我們繼續往下滑，然後就是接到紅線。那往下滑一點點，我們在右手邊會看到一個岔路，那邊的是橫昌滑雪場下半部的綠線，但其實它上半部也蠻陡的，並沒有很緩。從這邊開始，這條紅線又會變得比較陡一些。那我們再繼續往下滑，回頭看就可以看到那條綠線。總的來說，橫昌滑雪場這些雪道其實都蠻直、蠻寬敞的。人也不是真的很多，只要不是完全零的初學者，稍微會滑一點來練習都還不錯。那一路滑到山腳，右手邊這個很大的纜車站就是藏王山路站1號纜車站的搭乘處，我們在第1集有給大家看過。在它的左手邊是我在藏王唯一看到的雪橇場。如果你是想要帶小朋友來玩，或是你自己本身沒有要滑雪，
只是想要玩雪橇，那雪橇場就是在這個位置，在它的左手邊，我們就回到出發點3，也就是23號纜車的底部啦。那稍微補充一下，我們回到26號纜車的頂部，下纜車之後左轉下來，稍微滑過一段比較平的區域，往右上方看，這裡就是恆昌滑雪場的山頂，也就是25號纜車的下車處。那往左下滑，滑恆昌上半部的這條紅線，人又更少了。所以我自己覺得雪是相對的比下面好，推薦大家可以來試試。到這邊登頂路線3的上下山，我就全部介紹完了。終於剩下2條路線，我們要進入右側區的黑雞跟大森滑雪場。如果你想要用比路線3再少1半的時間上山頂，那你一定要接着把路線4看完。對，第4條登頂路線4的出發點，也就是39號纜車的底部。這個路線是轉乘次數最少、花費時間最短的一條路線，但是它在官方的學長地圖上的最右邊，屬於右側區最邊邊的一個出發點。而且這附近沒有什麼住宿，基本上你想要從這邊開始，一定要自駕或是請住宿的接駁送你來這裡。首先，我们來搭39號纜車，這條跟前面1、2、3、4號的箱型纜車，其實總長度跟速度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你是買點數券，這裡搭一趟也是要消耗最多點數，就是3點。但是因為這條是4人的吊椅式纜車，所以你是不能往下搭的哦。那我們搭到接近一半的位置，會在纜車上看到一條雪道穿過，這條是黑雞唯一的黑線。出發跟結束位置其實比較緩，大概是中段的位置會比較陡，有接近快30度哦。雖然它是吊椅式纜車，但是它是有蓋子的哦。剛開始我本來想要拍給大家看，但是因為真的雪太大了，有這個蓋子就真的有差，沒那麼冷，也不會一直被雪淋。我們下39號纜車出纜車站之後，首先會看到一個指示牌，這裡會告訴你下纜車右轉過去就是我剛剛講的那條黑線。左手邊的話，它是一個3岔路口，最上面你看到這個房子這裡，它是我們剛剛前面提過的綠線1度聯絡道，非常平，只能用走過來的那一條。那回頭看，在最左手邊，也就是靠着纜車站下滑這邊，是紅線黑雞超級滑道下去的地方。那我們要往中間這個岔路，也就是綠線2度聯絡道，這裡不像1度這麼平，至少還滑得動。但它中段的地方也是有一小段稍微平一些，你要記得維持你的速度。接着我們再往前滑一些，又會接回我們剛剛的烏托邦滑雪場滑下來的匯流處，一樣再往前滑一些，在右手邊會看到我剛剛提過的那個小通道。這一次我帶你滑過去，你就能少爬一小段坡，但是你滑過去之後，基本上也沒有坡度。滑一小段之後就停下來了。這裡的話，至少也要走到快要接近藍色屋頂的餐廳之後，才能再往下滑。那如果你錯過這個小通道，直接繼續下滑，看到岔路的時候，你就要往上爬一小段，才能回到藍色屋頂餐廳這裡。那一樣往2號纜車底部到山頂，我就不再講。總結一下登頂路線4，它的轉乘跟滑行次數是5條裡面最少的，所以它是最不複雜的，總消耗時間也是最短的。跟最麻煩的路線1整整差了45分鐘，走過的平坡跟上坡也非常少，基本上就多路線3一點點而已，所以它對單板其實也是非常友善的。但缺點就是出發點39號纜車的底部，這附近是沒有任何住宿的，所以你一定要想辦法安排交通過來，加上這裡也沒有任何租借的地方，所以這條最適合你已經有自己的裝備，又能自己開車過來到這邊的人。當然你也可以租好或是請飯店接你過來啦。雖然這個出發點的表定時間一樣是8點半開，但我那天拍到的話，它上面是寫9點，大家還是一樣記得每天早上去官網看。我超級推薦你用這一條上山頂，超級省時又省力。那從山頂滑回出發點4也相對簡單很多。接着我們馬上來看從山頂滑回路線4的出發點。同樣，我們透過滑綠線樹冰原道，右轉烏托邦滑雪場下滑之後，再次來到左側44號黃色牌這裡。這次我們不下滑，往左手邊綠線3度聯絡道的方向走。3度比起1度跟2度，坡度又阻了很多，不會平到滑不動，基本上可以蠻輕鬆的滑過去。但就是稍微窄了一點，而且我們去的時候積雪很高，右手邊幾乎看不到護欄，所以靠左邊一點滑，注意安全。這條聯動道大概400公尺，接着再往前滑一小段，往下
滑看到匯流處這邊，就正式進入黑雞滑雪場，也有其他的翻譯叫做黑姑娘。那我們先回頭往剛剛的方向看，在剛剛的3度雪道旁邊還有一個匯流處，這邊不是任何雪道，它是我們剛剛提過已經停止營運的40號纜車的下車處滑出來的地方，所以不要被這邊誤導了。那我們往山頂看，這一條就是黑雞超級滑道紅線的部分，也就是我們剛剛看過下39號纜車靠着左邊沿着纜車滑下來的這條雪道。大丈夫？先に私一人で。はい、僕多分赤いので。はい。接着往下滑一小段，可以看到黑雞的數字牌是紅底白字，這個位置會先在右手邊看到21號牌，在它的旁邊是綠線4度連通道，也就是我們剛剛也看過滑回百萬人滑雪場綠線的位置。從這裡開始，大概從20號牌之後啊，是屬於黑雞超級滑道綠線的部分。這條綠線其實坡度都不是很陡，最陡不會超過20度，也沒有太平的地方，而且非常筆直，雪道又很寬敞。這裡因為在藏王滑雪場最右邊關係，所以人也很少，所以像我這個程度，如果想要練一些滑行範圍比較大的動作，在這邊練起來是超舒適，也不太怕撞到人。就算視線這麼不好的情況下，其實我也滑得蠻舒服。那一路滑到我們看到11號數字牌，回頭往左後方看，這裡也是我們剛剛介紹過黑雞唯一一條黑線滑下來的匯流處。再往下一點點，經過右側7號牌，一直到左側的2號牌位置，這邊正前方我們會看到雪道中間有一個樹林，左邊下去是紅線，右邊下去是綠線，它們一樣都是可以滑回同樣的黑雞三角，當然左邊會陡一點點，但是最陡也不會超過25度，而且非常短一段，一下就進入三角。接着我們再往下滑一些，右手邊這棟建築物是黑雞唯一一間餐廳，它的正後方是8號停車場，也比起我們剛剛提過1號到6號停車場，停車位數量都還要多。那在三角的左下方，也就回到我們的出發點是39號纜車的底部啦。就如我剛剛前面跟大家提過的，這條路線連下山都非常輕鬆哦，再次跟大家推薦。那剩下最後一條路線5到底又有什麼不一樣呢？我們趕快來把它看完。登頂路線5，出發點是在38號纜車底部這個位置，也就是在大森滑雪場的山腳這邊。地圖上雖然這附近有一個藏王家庭旅館村，但我實際看了一下路程，從那裡開車到大森這個山腳，跟從溫泉站那個 Lawson 開車過來，其實時間是差不多，並不是走路就可以到。所以跟路線是一樣，一定要安排好你的來回交通。但不一樣的是，這邊有地方可以租借雪具。整個路線5，除了第一段要搭乘的38號纜車，還有後面要滑的黑雞聯絡綠線之外，後半都跟路線4一模一樣，我就不會再重複再講。首先，我們來搭38號纜車，跟38號纜車底部同一棟的，這裡是大森滑雪場的滑雪中心，換票、吃飯、租裝備都在這裡。這個建築物是在大森3條雪道下來的匯流處。總之，你必須走到地圖上最左邊這條綠線下來的這一側，才能進入到入口，搭上38號纜車。38號纜車跟剛剛39號纜車其實基本上就是長得一模一樣的，只是短了一些，慢了一些。那它的搭乘時間我這邊排得不太清楚，但我當下我記得是看到8點45分，老樣子表定是8點半，確切每天的開放時間大家還是請自己確認。在搭上之後的一小段，你會馬上穿過大森滑雪場下面這裡的其中一條紅線雪道。再往前一點的話，這條是紅綠線等級混合的雪道，你可以看到大森專屬的4號纜色牌，就在這條纜車跟這條雪道的交錯。再往前搭一些，過了一半之後，搭纜車的時候，其實你還會看到很多雪道，包括我們剛剛講過一些大森的岔路啊，還有往很長的聯絡道，跟官方給的雪場地圖是有點不太一樣的。搭到38號纜車頂部之後，我們下纜車之後，這裡的比例也跟官方給的雪道地圖不太一樣。它其實要滑一段之後才回到真正的雪道上。纜車站出來的左手方這個岔路下去，其實也是可以滑到橫昌38那條藏王最陡的黑線。那因為纜車要滑出去的這一段非常平，基本上單板你是滑不了了，慢慢推出去吧。在右手邊你看到這些人穿過樹林了，他們不是要去滑什麼道外，他們其實只懶得推這一段，直接穿過樹林是可以回到我們剛剛滑過三叉路口的中間那一條。當我們回到雪道上，也就是百萬人滑雪場的底部，大概我剛剛提過的黃色18號牌這裡的三叉路口，因為我們要接往39號纜車的底部，這次要走的是左邊這條雪道，也就是綠線黑雞聯網滑道。這條的話我沒有實際滑過去，也沒有拍到太多畫面，但大家不用擔心，這條基本上坡度都有，沒有真的很平的地方，一路都是大概10度左右的坡度，你可以很輕鬆的接回39號纜車底部。我利用3D 地圖給大家看一下，在雪道
快結束的地方，首先你會穿到剛剛提過的40號廢棄的纜車，右手邊馬上又會看到我們剛剛也提過的黑雞的餐廳，左手邊則是我們剛剛滑過黑雞超級滑道下來的匯流處。那繼續往前滑就到我們的目的地39號纜車的底部。這裡之後我們剛剛路線4全部都講過了，我們趕快來總結登頂路線5。這條路線基本上就跟路線4一樣，比它多轉乘多滑行一次多耗費大概15分鐘的時間，但因為它下38號纜車那一段非常平又有點長，所以它的平坡跟上坡數量又會比4號路線再多一點點。當然它也就對單板稍微又不友善一點，但其實還是很 OK 啊，比起路線1了。到底我們為什麼要選擇這條？雖然它是第2快路線，沒有路線4這麼快，但它比路線4的好處有，它可以租選具，在它的旁邊的7號停車場，又是藏王所有停車場裡面停車位數量最多的，所以相對應该也會比較好停車。考量這2個好處，你可以選擇這一條。但最大的缺點就是這一區啊，它的底部因為是在藏王的海拔最低處，跟藏王的最高點整整差了快要海拔900公尺，所以這裡的雪都會相對比較差，積雪也会相对會融得比較快，整個雪季可以滑行的日子應該會稍微短一些。以上給大家自己評估咯。最後的路線5從山頂滑下山的過程，跟我們前面提過的路線3、路線4下山的前半部基本上都一樣。那我們直接一路下到大概過了黃色12號牌，會看到往大森跟恆昌的這個指示牌，右手邊的話是黃色11號牌，這是我們選擇直直往下滑，正式進入紅線大森超級滑道。從這裡開始，我們的路牌會變成藍底白字，第一個看到在右手邊的是23號牌。過了這裡之後，馬上就會開始變得蠻陡的哦。雖然是屬於紅線，但是它蠻短一段，滑過這一小段，正前方你就可以看到一個岔路口。不管你是往左手邊走還是右手邊走，都是回到一樣的地方。我建議你不要跟我一樣往右手邊走，你走左手邊的話，坡度會比較足。如果你跟我一樣往右手邊，從22號牌開始，再次穿過38號纜車之前這一段會超級平的，這一小段對單板不是很友善。速度不夠的話，一定會停下來。再次滑過38號纜車，過了右手邊18號牌的這個位置，從這邊之後開始是大森超級滑道綠線的部分。這邊的話就比較直，比較單純，也沒有太平的坡。一路到左手邊的14號牌，這裡會有一座路橋，會穿過公路的隧道。過了12號牌之後，又開始突然變得比較陡一點。再滑一小段，在右手邊9號牌的位置，我們會看到大森回回場下半部的第一個岔路口。如果你選擇右手邊繼續下滑，就是繼續把大森超級滑道滑完。那下面那一段的話是屬於紅線跟綠線的混合。前面這個多指示牌很明確告訴你，如果往左邊走還有2種雪道選擇，但實際上的話不只有3種。那我們先往左手邊走，到下一個岔路之前都還是屬於綠線，沒有很困難。直到我們看到3岔路口，第一個岔路往右邊這邊紅線是穿過38號纜車回到超級滑道的路線。這個雪道是沒有自己的名字，雖然它是紅線，但它最大的坡度其實不會輸我們等等要滑的黑線。那最左邊那一條是屬於大森的林間 course， 它相對繞比較大一圈，所以就比較平緩。我選擇的話是中間這裡滑下去，它是藏王3大壁之一的大森之壁。最大坡度來到30度，也是整個大森環雪場的唯一一條黑線，但其實它非常短，只有300公尺，實際上很陡的地方也大概只有中間100公尺，所以很快就滑過了。但是我覺得這邊難的地方不是坡度，它是整個藏王海拔最低的地方，所以這裡的雪質相對不穩定，加上我滑的時間是已經下午接近要關門的時間，所以雪被滑到非常爛。那天雖然下大雪，但是它底下冰面的感覺還是非常明顯，一下軟一下硬，給大家聽聽看。好，接着滑回山腳，在右手邊就可以看到出發點5。那你再往前滑一些，可以看到它的右斜前方就是整個藏王最多位置的7號停車場。終於我們把5條的登頂路線，包括下山回程到自己出發點的方式，中途搭的纜車經過的雪道，全部都介紹完了。那我們最後把這5條的總比較表再次給大家看，有需要的話自己暫停截圖哦，一樣避免時間軸被切得過細。我會把每一個細節的關鍵時間點都標在置頂留言中，影片時間軸只會有大章節的時間點，有需要複習的話，大家再直接去那邊找吧。
藏王滑雪場不同區域的山腳距離都不是很近，最遠光開車就需要至少10分鐘。所以如果回程你是要跨區，沒有接駁，沒有自駕，拿裝備從山腳走路會比較辛苦，尤其是最右側的大森和黑雞不可能走回其他區域，所以我特別整理透過滑雪加纜車回程，從右側的山腳回到中間區或是左側區的山腳，該怎麼走，要注意什麼。首先，你如果是想要回到中間區的橫昌或是中深的山腳，在大森務必注意38號纜車，或者是在黑雞注意39號纜車的最後搭乘時間。只要你搭得上去，透過剛剛介紹過的雪道，就滑得回去橫昌的山腳。那你從橫昌山腳再走到中深山腳，只需要走平路的5分鐘。如果你的目的地是要回到左側區的上枝台山腳，那你必須注意22加20號纜車的最後搭乘時間，配合滑過大約1公里的綠線聯絡道，或是直接搭2號纜車的最後時間。只要你搭得上去，透過剛剛介紹過的雪道，只要你能滑到大坪雪道的開頭，就可以比較悠哉的慢慢滑回去上枝台的山腳。真的趕不及最後缆車的話，也是可以先滑回橫昌山腳，只是就要走路走一段10分鐘的平路，再加10分鐘的上坡路。以上，如果你是要反過來從左側區的上枝台回到出發點3、4、5，也就是橫昌、黑雞跟大森，那你只需要注意17號纜車的最後搭乘時間。只要你搭得上去，透過滑下綠線樹冰原道後，就都能接回剛剛介紹過的雪道，分別滑回這3個出發點。接着，你如果是新手，剛開始我會建議你選擇哪些雪道上課跟練習。如果你是完全零經驗的初學者，我還是只建議你在上枝台的5號纜車旁那邊的綠線練習。稍微進步一點，你搭7號纜車上去滑它旁邊的綠線也不錯。但就像我前面說過，這裡人比較多，如果你有人帶路，那鑽石滑雪場的綠線搭配35號纜車，或是倉埔早滑雪場的綠線搭配20號纜車，也是新手不錯的練習區域，而且人潮少非常多，也可以試試。只是你一定要考慮好如何下山。再來是你如果想要帶小孩子去玩雪橇場，在山路站與23號缆車搭乘處之間的雪道底部，我查到的雪橇場地使用費為1500日元，一樣在第2集雪具店提過的山路站內租借點可以租借跟購票。最後，如果你会滑雪，滑過樹冰區的感覺完全又是另外一個層次，是觀光客永遠體驗不到的。甚至在吊椅式纜車上超近俯瞰樹冰是多壯觀的感覺。我個人會推薦5個部分去滿足以上。第一個就是雪道樹冰原道，它是綠線最長、最大片視野、最遼闊、形態最完整。第二個是雪道樂園迂回滑道，它也是綠線，我覺得是次於樹冰原道，它的平坡比較少，但樹冰的形態比較不完整。第三個是利用雪道滑往黑雞的1度聯絡道，一樣它也是綠線，但基本上你這裡滑不了，要用走的，邊走邊看也不錯。第四個的話是搭乘22號纜車，搭乘時在它的兩側都可以看到不錯的樹冰。當登頂的2號纜車大排長龍時，或是山頂天氣明顯很差時，搭這條纜車是最佳的替代方案。最後一個是搭纜車17號，在搭乘時看它的右側也可以看到不錯的樹冰。這條是左側區上山頂必搭的纜車，但跟雪道樂園迂回滑道一樣，這裡的樹冰形態會比較不完整一點。看到這裡，你可能會想，我只會落葉飄，甚至完全不會，也覺得看完地圖還是好複雜，什麼時候才可以跟你一樣輕鬆從山頂滑下來呢？我覺得就是花錢找教練上課，可以大大提升你的進步速度。一個專業且熟悉在地的教練是更重要的。来，我們打直板直滑，甚至你可以直接請他帶路，會很省时省力，整體體驗會更好。第一組跟大家分享的是幫9位比較初學甚至零基礎的朋友找的教練，他們是來自滑雪急診室的3位教練。因為我這邊沒有全程跟拍，所以就大概放個畫面給大家看看。嗨，大家好，我叫鯊魚，總教學3季了，滑應該6年有了吧？拉扣是老板，拉扣啊！那所以你們2個人都沒滑過？你們剩多久？剩2個半小时，至少要可以推吧？对啊，明天再看滑。会，今天我想辦法，我要让你们可以推。我们在滑动的时候，就是跟着我们被綁住的这只腳，它是我們的前進方向。好，右腳直接推出去，不要推太多，推到與肩同寬，也就是差不多在你固定器這個位置，你就可以把右腳跟上了。再推一次，再跟上，再推一次，再跟上，不用推太大力，一點點一點點慢慢的推，你就會發現你是可以很輕鬆的做到移動。那個是他們的老闆拉扣，另外一組在下面上課，在這個地方，所以我們有3組。對，然後我因為我要去上課，我就不拍了。停，好，
哎，你們是誰給拉扣教的？我昨天已經把他介紹給別人了。啊，你是會落葉飄嗎？對啊。然後他教你教什麼？叫 S turn，這是真假的？看，我不是給你影片。2個多小時而已。是原本可以正面落叶，然後再吐完，然後這次可以背面加10turn，然後最後一趟的時候成功了一個 S turn。所以我覺得他教的方式非常好。大魚他上怎麼樣？对，落葉飄可就比較順。那你那個是他叫什麼忘記了？蠻帥的。落葉飄。後來就是背面到前面。哦，就是 C turn 嘛。但你還沒辦法2個連起來這樣子。哦，那還 OK 啦。啊，教的還算好懂。那我們那一季實際的花費是這樣子。接着是我自己和一個雙板朋友當天找的比較進階的中文教練課，上下午的2位教練都是来自鼓山岳滑雪學校。我們訂了全日的課程，但是1人1半，分上下午上課。雙板朋友上課的部分我就沒有拍到，沒辦法跟大家分享。那我自己的部分一樣分享一小段上課的過程。關得不夠，關得不夠。所謂的關是要跟板子呈現平行的狀態，所以要往這個地方。OK。可以掐死，要转头再所以要压死。OK。对，好，再試一遍。我現在大概理解，就是因為他們那邊冰面很多，對，他一開始就叫我用肩帶轉，其實也不是開肩，他叫我先走，然後板子跟上之後再回正。他們很初學就是這樣講。我去看他们那個教練的那個，我會發現我真的他們很早就教這東西，可是開始就沒有。對啊，然後反正是跟誰？對啊，一開始我是學這樣，就我上一季滑完，我其實蠻疑惑的。上一季我就先去韓國，然後學了那個體系，因為我就被他改了一次，因為他就看了我的基本動作，然後他就叫我先學肩帶轉，然後我去了24股之後，找了一個女生嘛，然後她就是 Cassie 的體系嘛，然後我去那邊被他改了一次。然後那次回去就很疑惑，就開始查資料什麼的，然後才發現哦，是體系不一樣。沒有說哪一個體系不好，其實我覺得你可以去選擇你要的風格。那如果我真的目標是把八字卡敏練好，就是哪一個會比較適合一點？先用開放站姿，直板的時候你就要開肩開胯。这個拖賽好，這個拖賽好，這個拖賽好 ，OK， 軌跡是漂亮的。那我們那一季實際的花費是這樣子。最後，我有去找了藏王雪場官方的教練課資訊。那他們學校的位置是在上之台跟橫倉的建築物內，我是查不到任何中文的教練資訊。如果是用日文上全日課程，1對2，總花費大概是這樣。那如果你選擇是國際英文的全日課程，1對2的話，價錢又是這樣子。這4種類型，實際每個人每小時的花費，做出這張表讓大家去做比較。以上如果有特別喜歡我影片中哪位教練，想要找哪一個學校上課，都可以留言找我拿聯絡資訊，去跟學校聯絡或是指定教練。好了，從觀光到給滑雪需要的雪具、雪票、路線教練，藏王滑雪的所有重點我都告訴你。但最後我的真心話是，對單板是非常的不友善。其實我覺得在這邊滑真的很累，就是時不時就要脫板，除非你就待在同一個學校，不去其他地方啊。但你如果要逛山的話，你一定免不了脫板走。反正總結就是，我覺得這邊適合去基來玩。但是不得不說，像我們第一天看到那個藍天加速冰，真的超級美。來看那個真的是很值得，我覺得很推薦。但是你如果像後面這2天這樣的天氣，現在是連山下都看不到，人家真的很差。這種情況，你上去看什麼都看不到，而且你也滑不下來，就是很可怕。所以這個看速冰也是很看運氣啦，要有藍天加速冰看得很清楚的情況，真的要人品非常的爆棚。啊，滑雪的部分我真的是，我本來想要像跟之前一樣，就是去跟大家介紹雪場每一條雪道，但到後面我真的放棄。藏王他的官網他也沒有介紹每一條雪道的坡度、長度什麼的。就是我找不到資訊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話，留言在下面告訴我。如果還有其他選擇，我自己短時間是不會再來藏王，而且花這麼多錢，完全新手剛開始來這裡練習，我自己認為相對不划算。如果你是第一次滑雪，我真心不建議選藏王。如果有想知道，或是你有發現我有遺漏或是講錯的地方，也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也分享給你準備要去藏王觀光或是滑雪的朋友吧。一樣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你才不會錯過我未來的新影片。大家下次再見，拜拜。